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医学博士石原结实先生所著的《死后会发生什么》这本书。所有生物的一生中，都有一件确定的事情，那就是死亡终将到来。然而，我们通常倾向于不愿认真深入思考自己的死亡。您是否曾经想过，死后会发生什么呢？本书的作者石原先生已年届70。在他70年的人生中，通过医学、医疗以及社会生活，他总结出了自己关于死后会发生什么的结论，并将其汇集成这本书。石原先生曾出版超过300本畅销书，然而这一次，他并非探讨健康或疾病，而是与大家分享他的生死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死后真的会进入灵界吗？爱迪生和许多著名科学家都坚信灵魂的存在。第二，人体是由神的意志赋予生命的吗？基督教和佛教的思想竟然如此相似。第三，您是否相信天堂与地狱的存在？首先是第一部分，死后真的会进入灵界吗？这一有趣的主题开始讨论，我们死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是肉体消亡后的彻底终结，还是我们以灵魂的形式继续存在？是否真的有死者的世界？由于这一问题尚未被科学完全解明，我们只能依赖推测。通常，医生和科学家们普遍认为，随着肉体的死亡，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对灵魂和死后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这么认为。而以死亡瞬间著称的美国精神科医生罗斯博士，曾将死亡比作春天脱掉大衣一样简单。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肉体只不过是禁锢灵魂的外壳。许多人可能会想，如何才能相信灵魂和来世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其实有一些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存在，那就是濒死体验。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数不胜数，尤其是在现代，急救和抢救技术已经非常先进。许多人在病痛或意外中陷入假死状态，或者因外伤和病情导致大出血，处于濒死状态时都被救活了。据说，其中大约有10%到20%的患者经历过濒死体验。有人看到美丽的花田，看到逝去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在向他们招手，还有人看到自己的灵魂漂浮在空中，俯视着自己的肉体。您可能也听说过这样的濒死体验故事。关于濒死体验，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有许多书籍对此有所记载。佛教认为，人死后会渡过三途川，到达彼岸，也就是所谓的来世。许多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声称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河，据说这就是三途川。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作者亲自接触过的2位患者的故事。其中一位患者是一名女性，遭遇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她骑自行车时被一辆闯红灯的汽车撞倒，身受重伤。忍受着全身剧痛的她，突然进入了一种无法区分梦境和现实的状态。眼前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她看到一个充满明亮、美丽光芒的大地，一条河流穿过其中，河的对岸盛开着美丽的花朵。而在河对岸，她看到了已经去世的父母和祖父母，微笑着向她招手，示意她渡河。然而，尽管她渴望与亲人团聚，但她拼命克制住了自己的念头，因为她知道，根据书籍和民间传说，渡过三途川就意味着死亡。之后，她在医院的 ICU 病床上醒了过来，医生们的拼命抢救挽救了她的生命。这名女性由于知道三途川的存在，所以在梦中没有渡河。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因为她事先知道三途川的故事，才会在梦中出现这样的景象。然而，接下来要讲述的这名男性患者的经历却不同。这名男性在接受癌症手术时，心脏一度停止跳动，但在紧急施行复苏术后，他幸运地获救，手术也顺利完成。手术过程中，他梦见了一条河，河对岸有美丽的花田，还有他最近几年相继去世的父母在那边呼唤他。由于他并不知道渡河意味着死亡，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想渡河。他登上了一艘小船，拼命划向对岸，但最终被湍急的水流冲回了原地，船就这样被河水冲向了下游。这名男性没有渡河，最终回到了现实。他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死亡后会渡过三途川，前往充满美丽光芒与花朵的彼岸。即使像他这样完全不知晓三途川和彼岸的人，在濒死或假死状态下，也看到了与那些知晓这一切的人相同的景象。从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们的共同描述来看，佛教中关于三途川和彼岸世界的说法，或许真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似乎获得了某种灵异能力。那么，濒死体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有科学团队对此进行了调查。柏林的夏里特大学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表明，脑中的神经递质血清素与濒死现象有关。血清素又被称为幸福荷尔蒙，其缺乏会导致抑郁。除了提升情绪的作用，血清素还参与视觉和听觉信号的处理。该教授及其团队发现，在老鼠死亡前的大脑中，血清素的水平会增加3倍。他们推测，在人类死亡的过程中，血清素的激增可能也是引发濒死体验的原因。许多伟大的科学家自古以来都坚信灵魂的存在。例如，《科学美国人》这本权威科学杂志中提到，著名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曾说过，死后的个性，包括记忆、智慧以及在现世获得的能力，依然会保留下来。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论。而死后的个性，也就是灵魂，可能希望与后世的人们进行沟通。此外，英国早在1882年就建立了英国心理研究会，旨在科学地证明灵魂的存在。这个机构至今仍然存在，历任主席中有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发现钾元素和发明辐射测量仪的威廉·克鲁克斯，以及血清疗法的先驱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夏尔·里歇等。这些著名科学家的参与证明了，科学的极致探索最终也必然会触及灵魂与神的存在。更有趣的是，在更早的时代，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等伟人都创立了以肉体消亡而灵魂永存为核心思想的宗教。基督教中，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将获得永生，即灵魂的不朽生命。佛教中，死亡被称为往生或他界，意味着灵魂前往另一个世界，并暗示灵魂会继续存在于灵界。同样，在古埃及也有灵魂在死亡后继续生存的观念。为了让逝去的灵魂有机会重返肉体，古埃及人制造了著名的木乃伊。在遥远的不同国家之间，关于死后世界的想法竟然如此相似，这真的是巧合吗？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人体是由神的意志赋予生命的吗？基督教和佛教的思想竟然如此相似。我们将讨论基督教和佛教中关于人体受神意所生的相似思想。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据说都持有关于人死后的共同思想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各自的宗教。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基督教和佛教对肉体和灵魂的解释。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经典圣经中，有这样的记载：人由肉体和灵魂结合而成，当人死去，肉体将归于尘土，而灵魂的意识以灵体的形式继续存在。基督教相信，第一个人类是亚当，而他的肉体是由土创造的。亚当这个名字来源于希伯来语的阿达玛，意思就是土。我们身体中的物质由糖、脂肪、蛋白质等有机物质以及多种矿物质组成，而这些矿物质最初就是土的成分。当人被土葬时，构成人体的有机物质会分解为二氧化碳、水、一氧化碳、硫化氢等，最终消散，而矿物质则留在土中。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这就是归于尘土的真正含义。如果进行火葬，由于矿物质不会燃烧，骨头和灰烬会被保留下来。那么关于灵魂又是怎样的呢？在基督教中，精神或灵被称为 spirit。查阅词典后可以发现 spirit 有多种含义，
例如精神、心情、情绪、元气等，表达了人的内心状态。同时 ，spirit 也指灵魂、圣灵、幽灵等超自然的存在。因此 ，spirit 这个词有着许多含义，并且成为了许多英语词汇的词源。在基督教世界中，呼吸被认为是将神的灵引入体内的行为。此外，在欧洲古代，灵气被认为是维持肉体生命的力量，呼吸就是灵气的一部分。顺便提到，日语中“活着”这个动词也来源于吸，呼吸，并且吸和吐息发音相同。这可以理解为，活着是通过吸收灵气 （spirit） 来维持生命的过程。因此，呼吸不仅仅是一个生理现象，还被认为是摄取神灵和宇宙能量的方式。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佛教对肉体和灵魂的解释。在《般若心经》中有一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这里的色指的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有形之物，不仅限于形体，也包括声音、光等一切通过感官能感知的事物，即物质世界或现实。而空则代表相反的概念，指无形的、不可见的东西或灵界。因此，色即是空的意思是，有形的东西终将变为无形的存在。这可以理解为，当肉体消亡时，灵魂进入了另一个无形的世界。另一方面，空即是色意味着无形的事物也可以转变为有形的。这也可以解读为，肉体是由灵魂创造出来的。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体，据说是在大约30亿年前的海洋中诞生的，那是类似变形虫的单细胞生物。科学家认为，这些生物是空气、土壤、水和光等物质经过化学反应，历经数亿年偶然产生的。此后，经过数亿年的分化、分裂和繁殖，这些生物进化成了多细胞生物，逐渐发展为鱼类、两栖类、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最终，人类站在了进化的顶点。追溯我们人类的起源，最初是从无中诞生的。我们的肉体是由无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生命的诞生就是空即是色。科学家认为，生命体是从蛋白质中偶然产生的。偶然产生的生命体为什么能够延续生命呢？大家对此是否感到疑惑？关于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他的见解：生命体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神的意志被注入其中，使它们得以延续到下一代。神的意志就是无，也就是空，转化为色的能量，而这种能量指的是气、灵、精神。当我们的肉体生命结束时，肉体回归尘土，而灵魂则回归到无形的起源世界灵界。色即是空，即死亡象征着色即是空。接下来是第3部分，您是否相信天堂与地狱的存在？我们将再次从基督教和佛教的角度探讨死后世界的解释。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经典圣经这样写道：灵魂必须前往天堂或地狱中的某一处。简单来说，基督教对天堂的描述是，天堂是一个没有痛苦、悲伤、哭泣和死亡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爱、和平和喜悦的理想国度。这个世界远超地球上的人类所能想象的天上之境。信徒死后的灵魂会被召唤到一个被祝福的地方，只有那些信仰创造人类的神，并且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人，才会被召唤到天堂。相反，不信神的人将被送入地狱。关于地狱，基督教认为，那些不信神而死去的人将在灵魂状态下被永远焚烧，永远承受痛苦，意思是极度邪恶和残酷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为那些不信神并在现世作恶多端的人准备的。这里与佛教的教义非常相似。基督教的天国，在佛教中相当于极乐净土，这是终极的安乐之地。简而言之，极乐净土是一个没有任何痛苦，只有无尽享乐的地方。极乐净土的景象中，清澈的水面上点缀着金色的沙池，池塘遍布各处，湖中盛开着红、蓝、黄、白的莲花，每朵花散发着与其颜色相对应的光芒，周围充满了芬芳。那里常有舒适的微风吹拂，
金银装饰交相辉映，从不知何处传来悦耳的音乐，各种色彩斑斓的美丽鸟飞来飞去，人们永远可以享受美味的食物，这就是极乐净土。另一方面，佛教中的地狱也与基督教的地狱相似，都是让生前作恶的人在死后承受种种痛苦的地方。佛教中地狱有阎魔王，根据人生前所犯的罪判断其罪行的轻重。而在基督教中，意大利诗人但丁曾描述地狱的底部住着大恶魔撒旦。这些完全不同宗教中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令人惊讶的相似，就像那些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所描述的，他们见到的景象与佛教中所说的三途川和花田极其相似。由此看来，天堂和地狱也许真的如基督教和佛教所描述的一样存在。正如我们所探讨的，包括爱迪生在内的许多伟大科学家都坚信灵魂的存在。不同宗教和国家都存在着关于灵界的教义，例如死后灵魂进入灵界。此外，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天国与地狱的概念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濒死体验中，有些人共同经历了看到美丽的河流和花田，以及与已故亲人重逢的景象。当如此多的现象被摆在我们面前时，今天谈到的那些看不见的能量、看不见的世界，似乎不再只是虚构的故事或错觉。人的本质或许就是灵魂，这副借来的躯体不过是操纵的工具，也许在死亡之后会脱离肉体，以灵魂的形态继续存在。我想讨论一下，人类以外的动物、植物，甚至非生命体是否也有灵气或精神存在呢？动物和植物的生命起源与我们人类相同，都可以追溯到30亿年前出现的像阿米巴原虫那样的单细胞生物，因此可以认为它们的生命活动也是由神的意志，即精神、气、能量来驱动的。由此推测，神的意志也可能作用于由植物和动物构成的物体上。美国学者克里夫·巴克斯特曾进行了一项奇特的实验，他在植物上安装了测谎仪。测谎仪通过微弱的电流来检测生理变化，这些变化通常是由情绪的波动引发的。当他在植物上安装了测谎仪，并拔出植物的根或用机器敲打植物时，测谎仪的指针竟然大幅摆动。这证明了植物中也存在着气或灵气，并且能够感知到人类的恶劣行为。如果植物能够感知恶劣的行为，那您不觉得以下的话也可能是真实的吗？比如在挖竹笋时，向竹笋表达明年也请多多关照的感谢之情，结果第2年竹笋长得很好，对盛开的花或花瓶中的花说：“您真漂亮，请开得久一些吧。”结果花朵真的美丽的盛开了很长时间，对您的爱车表达谢谢您，总是辛苦了。结果车子从未发生事故。作者说，这些话都是他亲耳听到或被告知的。既然恶劣的行为能够传达给植物，那么充满友善、温柔和感激的正面行为也一定能够被他们接收到。作者越来越确信，这样的话是有可信度的。总有一天，死亡会降临。为了不被召入地狱，而是进入天堂或极乐净土，我们必须避免作恶。同时，正如我们因他人的言行而产生情绪变化一样，现在我们知道，由神的意志而生的动物、植物，以及由它们构成的物体，也会受到人类言行的影响。明白了这些道理后，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或许我们应该始终铭记神在看着我们，并据此行动。在英语中也有类似的谚语，表达的是天道自有公道，恶行最终会得到报应。这个天道即是神的讯息，告诫我们要不做坏事，正直的生活。今天重点讨论了书名中的部分，即死后会发生什么。石原先生作为医学博士，从医学的角度探讨了生命能量、气血与疾病的关系，自杀与体温的关系，以及白血球是否是生命的根源等问题。这些都使内容更具趣味性。此外，还涉及了心灵感应和祈祷等气的力量。希望大家能够在思考如何度过余生时，获得重要的启示和新的见解。
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